欢迎来到智慧宇宙。在节目开始前，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通知。很久以来，在秘鲁地区一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茫茫的安第斯山脉中，有一座神秘的印加古城，它高高的屹立在安第斯山区最难通行的山峰上，没有人能找得到它。300多年间，探险家们多方寻觅，均无所获。直到1911年7月的一天，考古学家在群山之间发现了这座被白云和密林覆盖的高原城市。考古学家无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称其为马丘比丘。马丘比丘是数千年前的印加帝国遗迹，到1911年才被发现，整个遗址高耸在山脊上。在这本因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居然孕育出完整的宫殿、寺庙和碉堡建造，先进到让人们怀疑马丘比丘其实是个外星人聚居地。其令人惊叹的医学和天文成就，以及在历法、数学方面的发展，更加深了人们对它没落的唏嘘。印加人的宗教信仰是太阳崇拜，他们自称是太阳的子孙，甚至把自己的城市修建在高高的山巅上，也是为了更接近太阳。太阳崇拜是整个马丘比丘的灵魂。马丘比丘是个石头城，无论农业区、城市区还是太阳庙，每个建筑都由巨石垒砌而成，每块石头都打磨得十分光滑，石块与石块之间没任何粘合剂，却严丝合缝，甚至连薄薄的刀片都插不进去。这个全用巨石建成的印加古城，见不到灰浆的痕迹，在那个荒蛮的时代，达到如此的工艺水平是一个谜。更重要的是，那些巨石，古印加人从哪里用什么方法搬来的？在崎岖狭窄而危险的山脊上，把巨石运上山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印加帝国被西班牙军队灭亡。马丘比丘在南美洲原住民语言中为古老的山，也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印加人费尽千辛万苦，在这个地方建造了宏伟的神殿，以便于祭祀神明的时候能第一时间上达天听。印加帝国的黄金储量非常大，印加帝国的黄金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和富足的生活。然而印加帝国的黄金也引来了虎视眈眈的寻金者。1531年时，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率领一支不到200人的小军团，深入了黄金帝国的首都。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士兵用枪支、大炮和圣经打败了当时仅用石头、木棍棒、短斧的印加武士。169人的军队灭亡了当时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遍地是黄金的国度，600万人口的帝国被169人所灭亡。1532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广阔的领土，彻底击败了印加帝国。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的胜利开拓了西班牙称霸南美的局面，不仅使他个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从此将西班牙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深深地印在了南美这片土地上。在之后的3个多世纪里，西班牙继续征服了南美的北部地区和太平洋海岸，而皮萨罗本人肖像更被印在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西班牙法定纸钞上。至今，西班牙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仍在南美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外星人来过地球的证据。马丘比丘之所以受到瞩目，是因为它跟埃及金字塔一样，到现在还留下很多科学无法破解的谜团。比如印加人如何在陡峭山壁上盖城，马丘比丘周遭为何出现许多巨大的圆状梯田，比如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对于地球上这些神秘莫测的地方，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试图解释这些奇迹的存在。许多人相信在我们之前有一种文明非常先进，而且他们使用了我们未知的技术创建了这些遗址。此外，还有人相信在我们之前没有文明。我们地球上的任何神秘遗址事实上都是自外太空的外星人留下的，而且他们事实上不属于地球上的一部分。许多人深信
马丘比丘古城并非是印加人建造的，而是远古时期的外星人所遗留下的遗迹，也可能是与神秘古老的纳斯卡线巨型的华一样，属于外星人的航空飞行基地等。这些地球历史遗迹莫非是外星人留下的通往外宇宙的通道？这世界上总有许多先人留下的遗迹，等着全人类探索与发掘。而有天空之城之称的马丘比丘，就是那个集结冒险家万千想象与好奇心的所在。不仅是古印加帝国的珍贵宝藏，也提供了宫崎骏对天空之城的想象蓝图，更是现今举世闻名的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建造时间之谜。与玛雅文明相比，由于印加文明没有书面语言的记录，因此马丘比丘古城到底何时建成，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虽然遗迹是在1911才发现，但考古学家认为马丘比丘最初的设计建造肯定是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完成。埃及金字塔的兴建日期约在公元前250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马丘比丘遗迹就比埃及金字塔古老得多。由于至今还没有人明白印加文明是如何能将重达20吨的巨石搬上马丘比丘的山顶，加上越来越多迹象与研究发现，印加人似乎不是马丘比丘的最初创造者，因此很多人推测马丘比丘古城是外星人的杰作，或者是上一个纪元的人类所建造。由于远古文明发生了核战、大洪水等末日灾难，才舍弃马丘比丘这个根据地，后来让印加人发现并作为祭祀的重点场所。世界上有许多人们解释不了的事情，为什么全球上百个文明的民族神话中都会有滔天的大洪水，而又为什么每个民族神话面对大洪水时都会有一艘类似诺亚方舟的预言？超乎想象的天文学知识。马丘比丘被称为消失在云雾之中的城市，在没有铁制工具、没有牛马、没有车船之势的时代，南美大陆的居民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建筑奇迹？他们为何将古城建于高山之上？这一切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根据我们传统的文明观点，中美洲的玛雅人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他们应该只会最简单粗重的渔猎和耕种。然而事实上，印加人、玛雅人测算地球、预测世界末日的天文学知识、建筑学和理论力学，让今天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为之惊奇。在地球古代的一个未知时刻，史前文明悄然泯灭，只留下那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伟大遗迹。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千万年来早已断绝的史前文明，正以种种不尽相同的方式复苏于当代世界，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从中美、南美到北非和中亚，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史前文明，像一个个幽暗的境地，正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和破解。马丘比丘的人脸传说。马丘比丘坐落在几乎无法进入的在安第斯山之巅，是传说中用黄金建造的城市。1983年，马丘比丘古神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且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007年，马丘比丘被评为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拥有许多谜团与传说，至今无人能解。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要将一座具有如此高科技的技术城市隐藏在这个地方？而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要忽然弃城？而马丘比丘之所以受到瞩目，是因为它跟埃及金字塔一样，到现在还留下很多科学无法破解的谜团。它的建造工法非常的高超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来自人类的科技。在当时没有轮子、没有马、没有驴的情况下，他们到底是如何办到这一切的呢？因此有传闻说，这些古遗迹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从天文照片中，许多人都听说过火星上有一张人脸仰望着天空，而这张火星人脸又与埃及法老的面具异常相似。没想到的是，考古学家们竟然发现，当初设计马丘比丘这座城市的人
竟然将这整座城市的设计与山脉做结合。当你试着把马丘比丘主广场俯瞰图旋转90度后，你会发现有一张印第安人原住民的脸孔正望向宇宙，也许是星际之旅的基地。而许多考古与天文学家更发现，马丘比丘主要的建筑位置是按照特定的天象排列。而随着科技日益进步，我们人类逐渐将版图扩展到太阳系中其他的星系，而在星际旅行中，最重要的食物就是马铃薯。而在未来人类要殖民火星中，最关键的一步便是要成功种植出马铃薯。但这么重要的食物在很久很久以前，竟然只生长在秘鲁，也就是马丘比丘现今的所在地。而研究更发现，马丘比丘附近的梯田曾试图研发出更多种类的马铃薯，实现星际旅行关键的食物。因此有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也许马丘比丘当年的居民并不是弃城，而是离开了地球，开始他们下一阶段的星际之旅。科学无法破解的谜团。在1440年没有现代起重机械的时代，印加人是如何将重达20吨的整块花岗岩搬运上马丘比丘山顶？要知道，美洲3大文明直到灭绝时都没有发明车轮。另外一些石头建筑连灰泥都没有使用，完全靠精确的切割堆起来完成。修成的墙上石块间的缝隙还不到1毫米宽。在那个蛮荒的时代，印加人是如此达到如此高的工艺水平，没有外星技术的支持，印加人是不可能建造这样一个雄伟的空中城市的。如果马丘比丘城是外星人建立的，那么为何当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时候，外星文明为何又不支持印加人抵抗西班牙殖民者？极有可能因某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原因，外星文明抛弃了印加帝国。印加帝国被认为是在一夕之间突然失落的。有人说它是被西班牙军队所灭，有人说是当时印加遭逢大瘟疫，病菌的肆虐才导致帝国人口的流失，甚至有阴谋论者传言灭亡的原因在于外星人侵略。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印加王朝倾覆后遗留下来的千古之谜可谓疑云重重，但历史只留下马丘比丘这个古遗址，让世人们去猜测臆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喜欢这则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随手帮我们点个赞。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充实。